荒野沙河，那个他在前世熬了无数个偷宵，死了上万次才唯一通关的地狱级生存游戏——全民穿越。在这个世界，没有光源的黑夜，就等于绝对的死亡。都给老子闭嘴！吵死了！听好了，老子是天虎集团的赵天虎，不管这是什么鬼地方，按现实里的规矩，老子有钱有势有人，想活命的都得听我的。看到那些石头没？你还有你，都去给老子砸石头！今天天黑之前，老子要在这里建起一座石头堡垒，谁干得多，我抱他吃香喝辣。我们没有工具啊，怎么砸石头？没有工具，不会用手挖，不会捡小石头去砸，难道还要老子教你们怎么求生？第一天不找食物，不找光源，去徒手撸石头，找死！获得甘草渣1，获得树枝渣1。哟，这儿还有个捡破烂的。大家都在建城堡，你搁这儿捡垃圾，活腻歪了，滚过去给老子砸石头！徒手挖矿会急剧消耗饥饿值，并且掉3值。天黑之前，你们连1块标准石都敲不下来。你敢咒老子，找死是不是？距离天黑还有3个小时，在这个世界，天黑之前如果没有生活，你们这群待在石头堡垒里的人，全都会死。神经病！不知好歹的废物，让他去林子里喂狼，其他人都给老子干活，找不出石头，今晚谁也别想吃饭。林岩，我按照你说的，把附近能看到的浆果和干草都沏光了，一共是20份干草，12颗浆果。做得很好，靠自己的劳动换取生存的筹码，这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那套剥削人的玩法，在这里只会加速他的死亡。这，你是怎么做到的？明明没有绳子和胶水，石头和木棍怎么就固定在一起了？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只要你脑海中有正确的蓝图，材料就会自动重固。退后点，接下来我们需要大量的木材。林岩，太阳快下山了，这里的气温降得好快，我感觉周围好像有什东西在盯着我们，心慌得很。你的直觉很准，记住过接下来的话，这是你在这座孤岛活下去的绝对铁律，无论发生什么，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完全的黑暗中。别动。妈的，天怎么黑得这么快？谁把灯关了？虎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好冷啊！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你们听，风里是不是有什么声音？查理机制触发。我的腿，右手的腿没了！怪物，救命！虎哥救我！滚开！别过来！老子有钱，老子有的是钱！光，那边有光！滚开！都给老子滚开！活下来了。这只是第一页的考验，不尊重规则，妄图用傲慢去挑战生存法则的人，今晚会被淘汰掉80%。救命！救我！
怪物，外面全都是怪物，全死了！小子，算你走运，居然能弄到火！快把火给我弄大点，把你手里的吃的给我，老子快饿死了！等明天天亮了，老子提拔你当我的副手。这里是我的私人营地，苏婉，把木刺陷阱的图纸拿过来，我们该在营地边缘建防御工事了。至于闲杂人等，滚出我的光照范围！你敢赶我走？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信不信等我回到现实社会，我花100万买你的命？100万？在这座瓦岗上的时候，不是信奉弱肉强肉强食吗？现在我手里的武器比你，我的物资比你充足，不等规矩就是不劳而获者，我就亲手送你上路。4、3，别杀我！我走！我错了！李祖宗，求您大发慈悲，给我一点火吧！我不想死啊！我愿意给您当狗，给您砸石头。在这个世界，一块金块只能换1秒钟的光。你现在的命就只值这根烂木头，带上它，滚！苏婉，吃饱之后抓紧休息，明天一早，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基建工作要做。昨晚的幸存率恐怕不到1半，真正的生存考验，今天才刚开始。林岩，你都不需要睡觉的吗？在建立起绝对安全的生存基地前，睡眠是极其奢侈的行为。苏婉，你是学植物学的，如果让你在这里开垦农田，你需要多久？如果没有化肥和温室，光靠人工开荒播种到收获。接下来，我们要打一场粮食的闪电战。第1天死于黑暗，第3天死于饥饿，第7天死于疯狂。现在，整座岛屿的天然浆果胡萝卜已经被昨晚乱跑的幸存者霍红的差不多了，最迟明天，大面积的饥荒就会爆发。解锁一本科技科学机器，这完全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这个世界是唯一旧式物理定律。过来，拿上这。我们不播种，我们直接搬运大自然，去把周围树林里所有能看到的浆果丛连根挖起，移植到我们的营地里。注意，挖的时候带上一点原土。林岩，我们虽然种下了种子，移植了浆果丛，但它们结果还需要时间。我们现在的存粮只剩下几颗红浆果了。你不会是要吃这个吧？这肉看起来就有毒。生吃这种肉不仅会扣除生命值，还会大幅度降低散值。人在饥饿状态下吃这种东西，离发疯就不远了。有肉吃，管它什么毒不毒的，老子要饿死了！生存法则第1条，永远不要生吃任何东西。而烹饪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终极神器。在游戏配方里，1份肉类加上3份果蔬填充物，就能完美中和怪物的毒性，并且将食物的热量放大数倍。丁，烹饪完成，获得肉丸成1，属性恢复极大量饥饿点，恢复少量生命值与散值。好久没吃到温热的食物，整个人舒服多了。谁在那儿？快出来！别动手，我们没有恶意。小兄弟，我叫老张，是个干了40年的老木匠。这是小飞，是个退伍侦察兵。我们昨晚拼死逃了出来，实在找不到吃的，我们闻到了香味儿。求求你，给我们一口吃的吧，哪怕是一口汤也行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可以给你们食物，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夜晚的光源和庇护所，但代价是，从现在起，你们的劳动力归我支付。我让你们砍树，我会把你们就不能挖矿，我让休想你们被关去的怪物，懂吗？懂，太懂了。只要能活下去，吃上一口热饭，你就让我们去杀熊，我们都干。吃完之后，老张，去把那些原木加工成木板，我们要开始建防御幕墙了。小飞，去周边收集蜘蛛网，我要做高礼帽应对接下来的3质危机。这座营地从今天起正式命名为黎明，我要让它成为整个孤岛唯一的绝对净土。全都是怪物，老子砍死你们！虎哥，你疯了吗？是我呀，我是耗子！去死！去死！抢老子的吃的，你们都得死！林哥，你要的蜘蛛网我弄回来了，但这东西太邪门了。我靠近那片蜘蛛林的时候，脑子全是指甲挠玻璃的声音，差点没把我逼疯。喝下去，凝神静气。你做得很好，小飞。在这个沙盒世界里，保持理智和填饱肚子一样重要。一旦理智崩溃，神仙难救。这帽子有什么特殊的吗？这是精神的护盾。
神了，林哥，我不难受了，那些恐怖的声音全都消失了。我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勉强苟活的难民营，而是一座即使在末日也能优雅生存的乌托邦。我们要吃熟食，穿华服，让这座岛屿的残酷非则为我们服务。林岩，这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狼群在朝我们这里跑。荒野沙河的第一个强致密事件，猎犬突袭。来了，不止一个。走窄道，利用地形。入口外30米，有热源反应，他们正在包抄。不是狼，是猎犬。这是一种无视地形会自动追踪生存气味的怪物。老张，马上停止手头的所有工作，把剩下的石块全部搬到营地东侧的狭窄入口处，垒成凹字形的漏斗状石墙。小飞，拿上这4块怪物肉，跟我来，我们要去雇佣真正的保安。小飞，把怪物肉分给他们，每只喂1块，动作要快。在这个世界，永远不要用自己的肉身去硬抗怪物，最好的防守是利用系统对抗系统。是，打死坏狗狗！这就是全自动化防线的第一步。等以后收集到猎犬掉落的犬牙，我会在这个通道铺满自动复原的尖刺陷阱，到时候来多少怪物就会爆多少材料。救命！救命啊！林哥，我给你当狗，求你开门让我进去。林哥，林爷爷，我错了，我当初不该嘲笑你。我有金块，我把收集到3块金子全给你，求你开门啊！留着你的金块去买棺材吧。我说过，我的乌托邦不收垃圾。救命啊！林哥，这些怪物居然爆出了这么锋利的牙齿，这可是制造终极防线的好东西。这就是全自动化防线的核心，只要有怪物踩上去，陷阱会就会自弹起，造成巨大的物理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无限次重置。等我们收集到几10个犬牙，就算来一支军队，我也能让他们有来无回。林岩，好冷，这气温怎么降得这么快？感觉就像一脚踩进了冰库里。秋季的保护期结束了，凛冬降临了。听着，在这游戏的冬季，离开火源超过1分钟就会进入冰冻状态，持续扣血直到死亡。老张立刻用石块去升级我们的火堆，建一个恒久的石头营火。苏婉，把这2天收集的牛毛拿过来。小飞，跟我去采冰。林哥，大冬天的，别人都在找柴火，我们去采冰干什么？因为游戏机制，冬天采集的冰块不会融化，只要放进冰箱，保质期是无限的。现在不囤满几箱冰块，等明年夏天高温自燃的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你。这叫跨季节战备储备。这是什么？放在火边烤了一会儿，居然变得像暖手宝一样热。这叫恒温石，只要把它放在火边烤到最高带在身上，就相当于随身带了一个小火炉。有了它和牛毛帽，即使在零下几10度的暴风雪里，我们也能自由活动。从今天起，孤岛进入冰雪纪元，而我们的乌托邦要开始在雪地里种田了。明天我们就建温室。老张，木板准备的怎么样了？林哥，50块标准木板，按照您的要求，1寸都不差。不过这大雪封山的，咱们也不用修防御墙，弄这么多木板干啥呀？造温室，我要在这片雪地里种出夏天才能吃到的西瓜和番茄。哪怕是抗蚀性最强的变异植物，种子播下去也绝对发不了芽的。现在外面的气温起码零下20度，土地都冻得像铁板一样硬。哪怕是抗耐性最突变的异异植物，种子播下去也绝对发不了芽的。苏婉，永远不要用现实的常识来推测沙冈世界的底层代码。在这里，温度不是一种气象，而是一个可以通过范围光环来改变的数据。消耗冰块12石，蜘蛛网成温石，合成成功，透光冰霜穹腾。这冰块居然没有碎，反而和蜘蛛网结合，变成了像防弹玻璃一样透明又坚固的材质。化了，土地真的解冻了！天哪，这种魔法科技简直是人类农业史上的奇迹！林岩，你就是个神！
现在不是赞美的时候，播种，把我们之前积攒的西瓜和番茄种子全部种下去。熟了，真的熟了，在暴风雪里种出了西瓜，哈哈哈哈哈！尝尝吧，这是乌托邦的第一口夏日滋味。废物，一群废物！去给老子捡木柴啊！没看到火灭了吗？听着，想靠近温泉取暖的，每人每天必须去上交1块烤肉，交不出来的就给老子脱1件衣服抵债。谁要是敢反抗，老子直接把他扔进雪堆里喂狼。江哥，这温泉可是个聚宝盆啊！这大冬天的，只要咱们守着这口泉眼，谁想活命都得给咱们当牛做马。您就是这冰雪纪元的皇帝。等等，水呢？温泉的水位怎么在下降？强哥，不好了，热气没了，这泉眼废了！别慌，都他妈给老子去找木头生火，快去啊！强哥，那边有光，还有那么大一座玻璃房子，里面全都是绿油油的蔬菜。强哥，那是个营地，他们在雪地里种出了绿叶子。妈的，老子在这边冻得跟孙子一样，这帮逼居然在里面吃新鲜蔬菜！兄弟们，看到了吗？那里有火，有吃的。那墙就是一层破木板，只要冲进去，男的杀了，女的留下，里面的物资全都是我们的。不想冻死的，跟我冲！林哥，有情况，东北方向大概300米，有20多个人正朝我们摸过来，手里都拿着武器。 20多个人，我们只有4个，就算有猪人帮忙也打不过啊！要不要我把门用石头堵死？堵门，那是弱者的办法。在绝对的信息差面前，人数是最没有意义的数。小飞，去把营地外围的火把全部熄灭。老张，去营地正门外50米的那片空地，生一堆最旺的篝火，然后在火堆旁边扔2块烤熟的肉。啊，林哥，他们本来就是冲着火和食物来，我们这不是给他们指路吗？人在极度寒冷和饥饿时，大脑会丧失思考能力，只剩下生物趋光的本能，这叫飞蛾扑火。我要利用这片风雪，兵不血刃地解决他们。火是火，还有肉！啊，我的手断了！陷进去，血下面全是陷进去，快退！现在才想退，晚了。你们的体温已经降到了临界点，离开这唯一的火源，你们走不出10步。是你搞的鬼，小畜生，老子杀了你！大哥，大爷，我们错了，我们也是被王强逼的呀！求求你把陷阱关了吧，让我们滚头搞火，我们什么都愿意干。我不需要废物，也不需要养不熟的狼，你们的忠诚，在这个冰雪世界里一文不值。不，火灭了，不要啊！小飞，出来打扫战场，把铁刀和有用的物资收起来。 那些破布和烂木头直接当柴烧。林哥，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一堆雪，一堆火，几个木头陷阱，就把他们全坑死了。走吧，该回去看看我们的西瓜熟透了没有。林哥，地震了吗？这动静，简直就像是有座大山在外面走路啊！不是地震，是他来了。 这片沙河土地图冬季的清道夫，极寒重甲凶物。重甲熊？那是什么体型的怪物？没时间解释了。这怪物的底层逻辑是优先摧毁图上热量值最高的区域。我们的物质熔炉现在是方圆10里唯一的超级热源，如果让它靠近营地，我们辛苦建好的一切全都会被瞬间碾碎。老张、小飞、苏万，立刻拉下熔炉的阻热阀，熄灭营地里所有的兵力，带上你们的连阳矿坑，从后门撤到我们之前开采过的废弃石矿坑躲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探头。那洞里听起来根本不是人力自动矿坑的。我去把它引开，利用2号备案机在。 蠢货，你的对手是我，追我！好了，舞台搭好了，大笨熊，开始你的表演吧。等的就是你这招。 老天爷啊，那是矿区爆炸了！
林哥把那怪物到地雷阵里去了。林岩他根本没打算用蛮力去打，他早就计算好了利用地图环境的连锁反噬，他把这个恐怖的巨兽当成了触发爆炸的引线。越是强大的力量，就越容易被自己的力量反噬。有了这个，接下来的春季腐蚀酸雨，我们就拥有绝对防御的晶核立场了。林哥，你简直是神！这可是能推平营地的怪物啊！你居然利用矿区把它给炸死了！在这个作战的规则即是考验，也是最致命的解法。只要你让认知抠出来，就会变成工具，而敌人只会成为你建造乌托邦的铺路。走吧，回家。今晚我们吃巨熊烤肉排。我的妈呀！林哥，这熊也太大了吧！哪怕已经剔除了骨头和兵甲，光是这些精肉和脂肪，恐怕都不下2000斤，咱们这辈子都吃不完啊！吃不完和放坏了是两码事。哪怕是在林东生肉，也只有短几天。如果让这2000斤极品肉腐烂变成有毒的废料，那就是对大自然馈赠的亵渎。今天所有人不用干别的活，全面开启肉类加工流水线。老张，立刻去工作台，用松木和绳索打造10个大塔熏烤架。苏婉，出大型穹顶温室里，把之前去风干的浆果、多余的番茄全拿出来。钟家雄为了抵御严寒，图下有一层达10几粒的极品脂肪，这东西可真正的无价肉。林哥，这肥肉看着太腻了，咱们直接吃能咽得下去吗？谁让你直接吃了？拿铁锅来，熬油。这种受汁不仅可以用来炒菜，大幅度提升食物的丧值恢复量，还可以灌入玻璃瓶做成防冻燃油，燃烧时间是木柴的10倍，甚至到了春天，这还是制作高级伤药的基底材料。熊掌肉质极为坚韧，必须先用大火炖煮1个小时，软化筋络。苏婉，把温水刚摘的新鲜番茄切碎扔进去。林岩，炖肉放番茄是为了调味吗？不暂茄的天然果酸不仅能激活肉里的狂躁能量，还能彻底激发肉质。再加一点我们收集的兽做好了，这锅汤能把人香个跟头。干得好，小飞，把刚才我切好的长条瘦肉全部挂上去。即使到春夏交替用新木叶生调理雨季，我们也不用出去冒雨打猎，挂在营子里当零食吃都能管饱。这叫极地生存肉饼，脂肪隔绝了空气和水分，它在常温下放上1年都不会变质。就这一小块，它所蕴含的热量和饥饿值恢复度，顶得上你啃5条烤腿。这是我们以后去野外探索地图、挑战深渊的最强干粮。林哥，我可以吃了吗？我感觉我的口水都要把火浇灭了。今天敞开了吃，吃不完的，统统不许下桌。太好吃了！我的亲娘哎！冬天已经无法阻挡我们的脚步了，好好享受这顿盛宴吧。因为等着漫天的冰雪消融，春季的腐蚀酸雨和地下遗迹的入口就要真正开放了。化了，林哥，雪全都化了，这该死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把牛毛戴上，再拿一块防水兽皮披上。在这个沙河里，季节交替绝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系统新一轮的清洗机制。冬天冻死的是没有准备食物的人，而春天会文化掉那些自以为熬过寒冬、沾沾自喜的蠢货。苏婉，去清点仓库里的铁矿石和木章，准备铺设石板路，泥泞期马上就要到了。快，就在前面！我之前打猎的时候看到过，这里有一座建在雪地里的奇迹营地。里面的兄弟听着，我是铁血营的老大吴征，明人不说暗话，你们能在冬天搞出这么大的温室，确实有点本事。但只要你们乖乖打开大门，我手底下这60多粮食和交出去，让我的计算里的兄弟还让你们当我的内务驻扎进去。如果敢说个不字，今天只是把你的剑不长眼睛。信，在接下来的这场雨里，你引以为傲的铁器，连一根烧火棍都没有。全体退入生态层缝，开启防御百叶窗。我要启动2号工程。没脸不要脸的小畜生！兄弟们，我把这破谷墙砸烂，冲进去！里面的肉和女人都是你们的！我的眼睛！这鱼有毒，它在烧我的皮！系统合成。开启立场排斥。天哪，能量护盾！林哥连这种科幻电影里的东西都造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绝对防御啊！罩子，他们有能量罩子！
救命！让我进去！我不想再被酸雨融化。李爷爷，我错了，我把物资都给你，我给你当奴隶，求你把光照开个口子，让我进去躲躲雨吧。我的铠甲快把我炒熟了。我告诉过你的铁器在这里一文不值。我的乌托邦只庇护遵守规则的建设者，不收留掠夺的寄生虫。这层光照名为绝对壁垒，你们就留在外面，好好享受沙河世界春天的起始吧。老张，去把地窖里储备的熊肉拿出来，外面的酸雨至少要下3天。既然出不去，我们就趁这3天，在营地里把2阶武器的图纸研究出来。真正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这连骨头都没剩下，大自然的清洗机制也太恐怖了。酸雨不仅腐蚀血肉，还会分解装备的耐久。这群人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小飞、老张，带上铁铲打扫战场。林哥，这些铁都烂成沙了，一碰就碎，捡回来还能干嘛？在这个世界，物质是不会消失的，锈迹只是表象，本质依然是铁元素。有了2名科技，废铁也能变金刚。系统，高温提算，剥离氧化物。我的天！炼金成功，获得高轮度金刚乘18。这刚才的密度和光泽，比现实里军工厂出产的还要完美。林哥，咱们这是要鸟枪换刀了。木矛和石斧的时代结束了。小飞，这把战戟归你，以后你就是团队的近战破甲手。老张和苏婉，你们拿钢弩，保持距离进行火力压制。怎么回事？酸雨不是停了吗？难道又有 BOSS 刷新？去看看。这下面是什么鬼地方？看一眼我都觉得理智在狂掉。这绝不是天然形成的溶洞，那些荧光雾气中带有极强的活性游离能量，下面的生态系统绝对和地表完全不同。终于开启了沙箱世界的隐藏里世界深渊晶瞳。地表的4季循环，撑死了只是这个游戏的新手村教程，酸虚只是开始。等到明年的盛夏，会有真正的顶自然天灾；后年的冬天会有绝对零度。光靠现有的材料，我们的乌托邦迟早会被更高级的天灾碾碎。看到那些蓝色色的雾气了吗？那是远古科技的遗留物。真正的顶洞齿轮、反重力水对晶、上魔法蓝图，甚至是不死瞳的，全都在这下面。想要建立一个永远不惧怕任何灾难的绝对神国，我们就必须从地下世界把那里的远古科技全部搬回我们的营地。跟紧我，别掉队。深渊的开荒正式开始。那是深渊夜光菇和净化银草，在沙河的地下生态系统里，它们靠吸收地脉里的矿物辐射生长。这东西不能直接吃，吃了会产生强烈的幻觉，但它们是地下世界最完美的永生生物基建材料。今天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来这里打怪探险，而是要把这里变成我们黎明宗庄的地下高科技农场与自动化矿区。我操，林哥，这是什么赛博朋克怪物？他看过来了，准备战斗！把武器放下，对付这种几百年前的老旧机械，用蛮力砸坏了里面的零件，那才是暴殄天物。这就结束了？林哥，你连刀都没拔，一罐猪烤就把这钢铁怪物秒了？这叫物理学去锈加卡死。我说了，我们今天是来收集资源的，打架太浪费卡路里。地下的优势是恒温恒湿，完全不受地表春夏秋冬暴雪酸雨的干扰。这里是完美的无土栽培实验室。苏婉，去把刚才挖的夜光菇孢子，还有我们从地表带来电翼番茄种子放进繁育舱的卡槽里。小飞，把暗河的水引到那根远古能量电里。全自动化，我们在地下世界造出了一个不需要人工干预的全自动流水线农场。看来我们在他家门口搞房地产开发，找到地下世界真正的原主人了。林爷，这水不对劲，繁育舱的警报灯亮了，番茄的生命体正在快速下降。这不是血，繁育舱马达储存频率太高，惊险的气在西夏水脉深处生出了巨型生物。林哥，这动静比地表的重甲熊还要夸张10倍，咱们是不是惹到这地下世界的祖宗了？在沙河的地下生物，水肥农场的全自动齿轮不仅是生产工具，现在更是最完美的诱饵。跟这种体型的原住民硬碰硬是最主的做法。既然他喜欢战斗，那我们就给他来一场从天而降最高规格的。小飞，把我们拆下来的那孔远古能量电缆线拿过来。苏婉，用力拉动不慢3下。但是我们和老张约定好的地表通讯信号，让他把营地里最重的那块用来压温室地区的黑黝质巨岩推到裂隙边缘，绑在垂下去的烂绳上。哎呀！
如果他们在下面遇到大麻烦了，要众火力支持。就是现在，今晚拉断信号绳。在高度发达的机械面前，物理学上的终极奥义叫重力势。再见了，大虫子。奇迹，这简直是奇迹！林哥，咱们真把电梯修到阎王爷的客厅里来了。林哥，这里的建筑风格根本不像野蛮的土著，倒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魔能机械文明留下的遗迹。站住！脚别碰地砖！这是远古防御矩阵，那些雕像叫做发瓢主教，是遗迹最致命的远程火力点。只要有未授权的生物踏入这片棋盘，矩阵就会自动激活，执行无差别雷击抹杀。黑宝山就在眼前，咱们都只能……我说过，不要用蛮力去挑战系统的规则，要用脑子。这是个解谜机制，而不是强制战斗。远古造物者的能量回路，其底层逻辑是同频共振。夜光谷的孢子频率和这片遗迹的能量频率是一致的。给你们的鞋底也涂上汁液。接下来，踩着我踩过的砖，一步都不许错。密钥吻合，系统重置。终于找到了沙河世界的最高殿堂。林岩，你看那边，太棒了！这可是真正的顶级劳动力。苏婉，把它收进背包。等回到营地，只要给他换上一个新齿轮和能量核心，他就是我们最忠诚、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发工资的终极打工人。以后挖矿、砍树、搬砖的活儿，全都可以交给他全自动处理。完美，这就是我们这次下深渊的终极目标。林哥，这什么矩阵塔是干嘛用的？听名字好像很霸气。我之前跟你们说过，这游戏的夏天会有自然天灾，当气温突破临界点，任何木质建筑、农田，只要禁止种地筑起，都有概率直接自然为气候立场。无论外面是火山爆发还是烈日燎潮，我们的营地内部永远都是恒温20度的春天。这里的图纸和魔尾只是第一批战利品。远古档案馆很大，但我们现在的背包容量不够。小飞，去旁边的储物柜里把那些散落的远古伪晶和脱矿石全部打包带走。那些是造意志塔的核心材料，装满之后立刻返回地表。我们要赶在夏天的高温降临之前把这座塔建起来。顺便看看地表那群趁着酸雨刚停，正在四处乱窜的跳梁小丑们，还有没有胆子来打我们黎明结庄的主意？林哥，你们可算上来了！这底下什么情况？没遇到什么大个的怪物吧？我这心一直在嗓子眼悬着呢。老张，你是不知道我们在下面经历了什么？一条20多米长的大肉端虫子被林哥用眼劈不下去的石头直接砸成了破解了。看，咱们这趟可是拉回了成都的远古高科技。林哥，这铁疙瘩都锈成这样了，里面零件也空了，捡回来当废铁熔了吗？这可不是废铁，这是我们解放双手的跨时代劳动力。系统重启完成，最高权限已绑定。您好，造物主，多功能工程模拟 WAX78号，随时准备执行您的劳作指令。活了，这铁疙瘩会说话。你的第一个任务，划定营地外围500米为作业区，砍伐所有成熟树木，开采所有宝路矿石，并将资源自动搬运至营地1号仓库，不用休息，直到能源耗尽。指令接收，开始执行清扫协议。我的个乖乖！这效率顶得上50个熟练工人呐！他甚至都不需要喝水吃饭。这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碾压。从今天起，你们再也不用去干那些枯燥的体力活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协助我进行科技研发和防线升级。啊，林岩，这草怎么自己烧起来了？而且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剩下来了。在这文系里，夏天比冬天更致命，这是自然天灾。当环境温度超过临界点，任何你有没有生命体征的科的课上，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我们新穷出谷建起的木墙木箱，都会随时随地发生自燃。这还怎么玩啊？那我们把集温室里的作物不得全被烤熟了？慌什么？我下深渊不就是为了对付这个的吗？系统，
加载气象抑制矩阵塔蓝图，融合精能庇护塔地基。气象抑制矩阵全功率开启，生成绝对恒温领域。造物主，林岩，你真的做到了只有造物主才能做到的事。你强行修改了这片记忆的局部气块，爽，太爽了！外面40-50度烤炉，咱们这里居然还得盖层薄被子，这哪里是求生？咱们这是在孤岛上建了个带中央空调的超级豪华大平层啊！这鬼天气，水全蒸发了，地上的石头都能煎熟肉。起火了！又自燃了！快救火啊！老大，学姐，东边10公里外有神迹啊！那里有一座发着蓝光的高塔，那周围100米全是冰霜，我亲眼看到里面的人在吃冰镇西瓜，那是绝对的避暑神堂啊！发蓝光的高塔，冰块，就算那里住着神，咱们的那个天堂，要不然所有人都得死在这炼狱里。林哥，这日子简直绝了，外面热的能把人烤熟，咱们这儿不仅不用干活，连机器人都有了。我都怀疑咱们不是在玩求生游戏，是在度假啊！生财温指数环境，神解正棘手的，以及这样像从鼻上腺脉注的苏醒盛夏播种。这片恒温鼎域在夜里简直就像个发光的大灯泡，会把所有的飞蛾都吸引过来。爸，是真的，插头没骗我们，这地方居然有冰块，他们连墙壁都是凉的。蠢货，再连海天头宾馆的100火力神器绝对不弱，硬凭我们连他们的墙都摸不到。但是这天下就没有破不了的防御，就算那破人听令，把周围的枯树和干草全部收集起来，点燃火球，用投石索给老子往他们的营子里砸！放！林哥，一起！外面有警用火攻，几十个火球砸过来了。用火攻气象抑制塔，这智商基本也就告别沙盆游戏了。好好看着什么叫降维打击。这他妈是什么鬼科技？火被冻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玩火，那我就送你们体验一下冰火两重天的极致物理疗法。魔鬼，这是魔鬼的手段！快跑！快离开这里！小飞，带魔尾出去，解除他们的威胁，把他们身上有价值的图纸和高金块，那些没用的破烂全部全部带回来。得嘞，交给我吧。气象塔真能保证我们的营地的不灭，但想要获取真正掌控这片沙河世界的最高权限，那头夏日霸主的龙血晶核，我势在必得。熔岩岩溪龙，沙乡世界夏季的最终天灾。你们以为这几天的高温只是因为太阳毒了？错，只要它还活着1天，这片地图基础气温就会每天强制上升1度。每天上升度，外面岂不是得有上百度的高温，水煮活人啊！如果外力手些强挖捏到上百度，制冷核心肯定会过载崩溃的。没错，所以被动防御只有死路一条，不仅是为了活命，更是为了他体内的龙血晶核。可是林哥，你怕是活火山一条不动让咱们看，那几千度不就化成壳啥了？人还没靠近就生烤肉了，这怎么打？魔尾，停止采集，立刻启动最高级熔炉，将库存的所有金刚与球矿石进行2次混合熔炼。指令接收，开启超频锻造模式。蠕虫常年在地下几千米的浆层和硫酸酸地脉中穿梭，它的甲壳是全游戏物理隔热和抗腐化性能最高的材料，没有之一。太神了！这铠甲简直像自带了空调一样，而且硬度比金刚还要夸张。有了这个，我就算去岩浆里洗澡都不怕了。别得意忘形，隔热甲只能保证你不会被环境的高温烤死，但防不住巨龙的吐息。接下来才是真正用来屠龙的大杀器。林岩，你这是在造什么？这结构怎么看都不像是冷兵器啊！但我们有高压胃带和永齿轮，无奇不可。这把武器不发射湿炮弹，它发射的是经过齿轮100倍加压，内部温度接近绝对0度的液态冰霜红球。只要鳞片把冰灯泡劈不开，极端的超低温会瞬间破坏它鳞片分子结构，让它变得比玻璃还要脆。林哥，咱们什么时候出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拿那头大蜥蜴练练手了。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巨龙每多呼吸1次，这片大陆的温度就会上升1分。老张，魔偶留给你指挥，看好我们的乌托邦。小飞、苏婉，跟我走。今天我们去给这个盛夏降温。这地方简直不是人待的。林哥，那头龙在哪儿？这体型又护甲。林哥，咱们这几个人真的躲得塞牙缝了吗？散开，找掩体！好恐怖的魄力！你这东西差点变成死定了。体型大意味着转身慢，吞吐龙息意味着前摇时间长。在游戏机制，越是强大的招式，破绽就越致命。物理学出心法，启动。
理学常识。几千度的高温瞬间遭遇零下200度的极寒，热胀短缩的极端物理反应会让再坚硬的分子结构也瞬间崩塌。它的鳞片现在比玻璃还要脆。小飞，碎它的甲！明白。大蜥蜴，吃老子一起！想跑，在我的局里没有残血逃生的设定。齿轮过载，液压极限输出。这就把龙给打下来了。现实世界里哪有这么硬核、这么不讲道理的屠龙战术啊？全靠化学和物理学制裁。你的时代结束了。系统提示：击杀盛夏霸主熔岩岩蜥龙，获得战利品夏日霸主龙血晶核。赢了，林岩，我们真的屠龙了，火山口降温了，夏天的天灾被你彻底终结了。林哥牛逼，物理学除四法万岁！咱们现在可是全服唯一一支击杀季节 BOSS 的队伍，这说出去能吹一辈子。这不仅仅是一颗晶核，这是我们建造绝对神国的最后一块拼图。有了它提供的近乎无限的能源，我们的乌托邦将不再惧怕这款游戏里的任何天灾。收拾战利品，回家。是时候把我们的营地升级为这座孤岛上唯一的王城了。我的老天爷！林哥，你们真把那头活火山里的祖宗给宰了？那还能有假？老张，你是没看到林哥那把冰冻炮有多猛？一炮过去，巨龙的翅膀直接变成冰根。我这一战下去，龙鳞跟薯片一样碎了一地。从今天起，这孤岛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威胁咱们的天灾了。老张，去把地下水培农场的总闸打开。今天，我要给这座营地装上最后一颗涌动的心脏。不需要再担心川渝了，也不需要再惧怕林东和酷暑。这里真正成了一个可以永远安居乐业的家。
关了吗？看来这片土地已经没有动物继续挑战了啊！警报：高维干涉介入，检测到您的硬核生存与基建能力远正在为您脱离当前游戏外面。等等，月前，下一个位面。这座家安全了。老张、小飞、苏婉，这座最安全的家就留给你们了，好好活着。